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这部片子和你以往看的不同，传统的恐怖片都是吸引人眼球的屠戮，但今天这部却是被网友称为恐怖片中的文艺片。你可以感受到恐怖、催泪、悬疑，甚至是震撼。本片由恐怖片女王米娅·高斯主演，更有气质抗打实力派的安雅助阵。总之，看完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牛。我会尝试去打乱一部分顺序，配合导演隐藏部分剧情，尽可能让大家感受到惊恐中的震撼。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，故事还要从一个单身母亲说起。她带着一家4个孩子搬入新家，分别是老大杰夫、老二、老三以及老四。当地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搬来，因为在别人看来这里非常偏僻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一家人好像没什么介意，甚至遇见一块普通的小石窟，老大也会和年纪尚小的老四开玩笑，说是这里还隐藏着被关起来的公主。一家人几乎每天玩的都很开心，从旁人看来或许是苦中作乐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意义非凡，就好像是刚从魔窟里逃出来的幸存者。即便是郊外偏僻的新家，依然充满好奇。在这里，他们偶遇了3公里外的艾莉，家中的几个兄弟姐妹对这个新面孔充满了格外的好感。此后的4兄妹几乎每天都和艾莉在一起，艾莉会各种新奇的玩意。在1963年，她便拥有了相机，给4兄妹拍下一张极其珍贵的合照。只是这种欢乐的时间一如既往的没有持续太久。这一天，母亲突然卧床病重，身为老大的杰夫细听了母亲遗言。由于几兄妹年纪都还尚小，只有杰夫略大一些，母亲嘱咐他一定要在家中待到21岁，否则房子也会被别人继承，而且没有到监护权年纪的杰夫也会导致4兄妹各自被领养。在说完这一切临终遗言后，母亲的眼神看向一旁，那是母亲一直存放家里积蓄的化妆柜。杰夫缓缓拿出了母亲留下的物品，一份信念，那是母亲对孩子的嘱托和思念。剩下的一个铁盒子则会慢慢引出全片的关键。老大杰夫读了那份信后才知道，那个铁盒居然存放着父亲的积蓄。他一边读着信，一边愤怒。一家人似乎都非常排斥父亲，但现在眼下母亲已然离世，兄妹几人只有团结下去，才能不被各自领养，以及房子被别人继承。杰夫将母亲隐秘地安葬在一块充满花儿的附近。此后4兄妹便居家躲藏，封闭母亲突然离世的消息，平时也只是靠书信联系他人。可是这一天，躲在家里的老三却突然听见一声枪响袭来。等他来到破碎的窗前一看，窗户已然击穿，远方还有个提着枪的男人。老三被吓得立刻扭头躲了过去，他露出一副掩藏不住的惊恐，仿佛一切的罪恶席卷而来。随后便喊来哥哥杰夫。随着手中钢笔掉落，屋子里传来阵阵嘶吼。转眼间，时间直接来到了半年后，这也是本片最为隐藏的跳过。此时的老四摘着水果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但当他拿着水果回屋子时，步伐却停止在了一面镜子跟前。从那天拿枪的男人出现之后，家里就一直发生一些诡异的事。但4兄妹仍然要继续待在这儿，不能让外界知道母亲离世的消息。哥哥姐姐们会告诉老四一定要远离镜子，以及阁楼上都可能会出现灵异的东西。老四年纪尚小，虽然恐惧，但是家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小动物，也自然而然的让他没有过于在意这些诡异。而为了让弟弟不要害怕，杰夫将所有玻璃打碎，并且还用厚重的布料盖住它，甚至还用砖头封住阁楼，避免弟弟受到惊吓。身为老大的杰夫几乎拼尽了全力，因为不能透露太多的信息给外界，兄妹安排只能让杰夫偶尔出门，去外界买一些物资或者补贴家用。在去往路途遥远的镇子上，杰夫路过了艾莉的家，他非常想急着去看一下艾莉，但现在还不行，他还要去杂货店，为了补贴家用。老三经常做些小物件，让杰夫出门换一些物资回家。当女人问起母亲的情况时，杰夫只能掩藏着情绪，谎称母亲正在康复。等办好了正事后，他才来到艾莉工作的图书馆。母亲去世后的半年，两人很少见面，但其实两人早已经把心交给了彼此。只是美好的爱情难免遇到破坏者。这天图书馆里忽然来了个男人，他是另一位追求艾莉的迪克，每隔几天就会找到艾莉聊天。杰夫见此赶紧躲到了一旁，不仅因为迪克是情敌的缘故，更因为迪克还是一位律师，就是他给家里办的房屋转让手续。然而艾莉正在应付的是迪克的求爱变得越发激动。一旁的杰夫听后立刻不淡定了，一个转身之际没注意碰到了凳子。或许杰夫也是故意为之，趁机打断迪克的求爱。可是当迪克找到了杰夫时，难免少不了一番故意刁难。迪克说房屋转让手续还没完成，并且母亲还没支付剩余的费用。没等杰夫反应过来情况，迪克就说明天登门拜访，转身离去。杰夫本想谎称母亲病重，可身为律师的迪克不好对付，根本不管这些。杰夫本想再争取一下，然而又担心再解释下去容易暴露，他只能赶紧骑车回去和弟弟妹妹商量。一回来后，家里立刻炸开了锅。老二担心母亲去世的真相被发现，而且房屋转让的费用
他们也支付不起，家中的积蓄早已经快被用完了，被迫无奈，老二提起了父亲的铁盒子。尽管四兄妹都不想花父亲的钱，但现在眼下事态严重，关乎到四兄妹未来的去向，迫于无奈，只能派老二前来寻找铁盒子。之前导演是故意有掩藏半年的剧情的，这半年里铁盒子已经被他们藏到了郊外，或许是因为实在排斥那位父亲吧。老二徒步来到了一个海边，从一块石头夹缝里先是找到了一把匕首，随后再继续往石窟的前面而行，在一个石洞才拿回来了那个铁盒子。回来后，四兄妹就聚在了一起，铁盒子里有着整整1万美刀的票子，现在终于可以不让任何人发现真相了。老二老四也开心的在一旁大笑，唯独老三说这些钱受到了诅咒，但老大明白眼下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随后兄妹4人开始一番整理，为了掩藏真相，老大用油漆粉刷了上面阁楼的地板。之前有说过阁楼自那之后便充满灵异的事，但光凭这些还远远不够糊弄过去。老三还要模仿母亲的笔记，因为到时候要签署转让文件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故意晒出衣服，再将铁盒子中的票子进行重新翻新一遍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老二还在饮料中放入大量止疼药，如果到时候律师迪克不好纠缠，那就直接让他昏迷过去，还特意放了绿草以作分辨。很快迪克便提着公文包上门拜访，老大杰夫装作是一副大人的姿态，拿着一叠厚重的转让费用交给迪克，并解释道家里没有支票，只能用现票。可在当时律师向来只收支票的，这可把杰夫给难住了。迪克将票子直接砸在了桌子上，杰夫瞬间呆住了，但好在没有继续为难。杰夫顺水推舟，赶紧去客厅拿了饮料，接下来就是签署转让的合同了。所以杰夫故意拿了2杯饮料询问母亲病重无法起床见面，是否可以拿文件签了之后再送下来。律师迪克也一时愣住了，不过好在他还是拿出了文件，此时没放药的饮料才被放下。现在迪克终于不用昏迷过去了，而杰夫也顺利拿到了文件上楼。屋子里的老三早已等候多时，可是母亲的笔记模仿起来很不容易，老三还要一遍一遍的先尝试。而此时屋外响起了雷声，让迪克有些着急回家，于是便打算进来催一下他们。可刚进来就感觉到了屋内的诡异，这里的一切都似乎安静的可怕，尽管已经收拾过了，但还是感觉很久都没人居住，并且每一块镜子都被打碎，盖上了厚厚的布料。迪克在屋子里到处瞎逛，正好找到了母亲的房间。此时的兄妹俩还在模仿笔记，伴随着迪克踩响地板，两人也终于发现迪克就在外面。可现在老三模仿笔记仍然没有结束，眼看着迪克即将赶来，杰夫忙模仿着和母亲说话。好在最终一刻老三完成了模仿，杰夫赶紧拿起合同，正准备要出来时，和门口的律师正好撞个正着，一时间大眼瞪小眼，场面极其的尴尬。不过转让合同的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。律师迪克暂时来说还没有发现异常，等到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，一边玩着游戏，一边嘲笑律师是笨蛋。可以就在他们摇着筛子时，筛子却不小心掉落在了角落。作为年幼的老四被派去寻找，在他拿到第一个筛子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，可当他继续向前拿第2个筛子时，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，筛子正好掉落在了楼梯中间。由于楼梯的左边有块被布料遮挡的镜子，老四一直非常害怕看见镜子，但鼓着勇气他还是冲到了楼梯，顺利拿到筛子。只是返回时，老四当场就愣住了，本来只掉了2个筛子，怎么现在地上又出现了1个？就当他蹲下来继续捡时，镜子上的布料突然掉落，杰夫也听到了掉落的声响，而且镜子还随着阁楼的脚步声而晃动。兄妹几人终于意识到了有问题，杰夫忙说要去安全屋，随后4个人立刻来到一个帐篷里。至于杰夫口中所说的安全屋，也就是这个小帐篷了。只见他拨动着古老的唱片机，伴随着音乐的响动，整个屋子好像都变得安全了。看到这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剧情远超出你的想象。身为老大的杰夫缓缓来到了镜子前，将镜子用布料赶紧遮上。也就在他遮布时才发现，阁楼的地板上已经坏了一块。杰夫鼓着勇气提灯观看，可这一看却可怕的发现，阁楼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。但他仔细继续看了几秒后，那东西迅速爬了过去，杰夫也被吓了一跳，还不小心撞到了额头，摔落在地上。随后杰夫从安全屋里突然惊醒，此时杰夫的额头已经有了撞伤，但是导演故意没有拍出来给大家看，而是用另一半脸展示了杰夫。等到后面我们再来说下额头。此时大家都开始怀疑屋子是受到了诅咒，因为用了父亲铁盒子里的钱。到了第2天，老二就爬到了屋顶上面，打算将铁盒子和剩下的钱全部扔到烟囱里面。这个时候要注意，烟囱是连着阁楼的，并且现在其实已经被封住了。老二是先拆开了木板，才将铁盒子和钱扔下去。而为什么这么不想花这笔票子？那肯定就是父亲的票子不干净。先别急，后面马上就会讲到。这天艾丽正在下班的路上，而律师迪克非得黏着她，说了非常多好听的话，才说服艾丽要送她回家。这路上迪克就开始了报复，他让艾丽千万不要和杰夫走得太近，毕竟杰夫父亲不是什么好人。可话说到一半，艾丽却不怎么想听了。很快艾丽被迪克送到了家。由于艾丽的家处在小山坡上面，杰夫总是抱着老四在一起，用亮灯闪烁着各种密码给山坡上的艾丽发送聊天信息，能和喜欢的人每天这样沟通。老大杰夫自然
非常开心，可这样也引起了家中老二的不满。到了这一天，两人继续在草地约会，艾丽有意无意地提起杰夫的父亲，可杰夫却是突然沉默了起来。艾丽见此也没有继续多问，只是安慰杰夫不用勉强自己说。两人在外面愉快的画面也被远远观看的律师迪克发现，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了伏笔。随后杰夫便骑着自行车回到家，但是这一次回来却让老二有些生气了。而他明明都是在家里躲着，凭什么就你一个人能出去？如果只是为了掩藏母亲去世，大不了自己出去玩不说话就行了。兄弟俩人一时间大吵大闹，但好在杰夫并没有过多纠缠。半小时后，老三就在杰夫边上安慰他不要生气。这个时候暗喻的剧情来了。我看了这个片子很多的解说，大家似乎都没有发现，杰夫看了一眼窗外的老二之后，画面切回来，额头上的伤疤明显变小了，这块伤疤有很强的暗喻。此时家里的人都各自忙着，唯独老四无人照看，可他却拿走了家中的钥匙，悄悄来到了母亲死去的房间。屋内被几兄妹收拾得非常干净，镜子也同样被遮了起来。老四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唱片机，上面播放的音乐和之前安全屋的一样，想必那是母亲生前很喜欢的歌。随后他又从柜子里拿出老相册，上面有包含父亲的合照，只是那时候老四还没出生。接着他又发现了一张旧报纸，上面正报道着父亲被抓的新闻。此时老四又注意到了窗户，那是当时拿枪男人打破的窗户，上面还有那颗清晰的弹孔，可老四却因为一个没注意跌倒在地。而此时镜子却突然动了起来，老四害怕地抬头一看，老四一动不敢动，最终鼓起勇气拿着白布赶紧逃离，来到窗前用白布盖住自己。他以为镜子后面的柜子会出现什么，可他猫着眼睛看了很久，却始终没有走出什么东西。画面一闪转到了杰夫这里，他缓缓从2楼走了下来，老二和老三已经等候多时。现在老四总是被惊吓到，真相也逐渐开始浮出水面。老三说原本闹灵异只是哄骗老四的，担心老四调皮才说的话，可这段时间灵异的事正真的出现。甚至当老三有一次打扫卫生时，忽然看见阁楼的地板上有个洞，他以为是小动物跑到了阁楼，于是便拿出身上的小零食，准备投喂里面的小动物时，小动物也果不其然的出现吃了小零食。可当老三再一次的伸手进去后，可怕的一幕出现了。一只黑色的手突然摸了过来，并且小动物也被黑色手抓了回去，而老三赶紧慌忙逃离，来到洗手间用力搓着被摸的手，仿佛那股肮脏永远洗不掉。随后他便回到床上失声崩溃。现在有这么多诡异的事，老大杰夫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老三却说是时候解决一切了。原来当年拿着武器开枪的正是父亲，几人合力将他封在了石墙里的阁楼。可现在摆明了发生的诡异之事，那就是父亲其实压根就没有死。老三希望杰夫上去处理干净，可杰夫却始终不敢去面对。另一边，艾丽在上班时却碰到了迪克，据说迪克已经被一家大公司录取，而他这次过来是特意告别的，只是他临走前还想再尝试一下，递给了艾丽一份信件。等艾丽打开一看，才发现是2辆车票。艾丽立刻知道了什么意思，迪克摆明想带自己远走高飞，于是他一口回绝了迪克的爱意，可这样却激怒了迪克。迪克认为被艾丽拒绝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杰夫，于是便从一旁拿了一份文件交给艾丽，这上面是关于杰夫父亲的报道。等迪克走后，艾丽还是打开了文件，原来杰夫的父亲是个变态凶手，早年间伤害了36条性命，并且还伤害了自己的女儿。这也是为什么老三每次遇到父亲，他都感觉到异常的恐惧，甚至认为家里受到了诅咒。兄妹4人和母亲这么些年，一直都在饱受父亲的摧残，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他们搬来荒郊野外，依然能够品味到 Beyond 的开心。而当年亲手举报父亲的正是杰夫，并且据探员调查，父亲被抓后，母亲和剩余4个孩子直接消失，连同一起消失的还有父亲的赃钱1万美刀，这也正是铁盒子那笔钱啊。而在这一切发生后，父亲也找到了机会从狱中逃了出来，由此也就发生了父亲拿着武器上门的事。艾丽一时间吸收太多，直接呆愣了。另一边，迪克正拿着放大镜，他终于察觉到笔记有些不对，而恰好此时又接到了录取电话。那家所谓的大公司并没有让他如意，原本录取迪克，却变成了临时让迪克入伙，并且还要5000美刀票子才能入伙。迪克自然不愿意放过机会，可是5000美刀又该上哪里去弄呢？他气愤后砸的东西到处都是。就在迪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，他注意到了地上的父亲报道，突然想起杰夫的父亲1万美刀消失了，迪克肯定能猜到钱现在在哪儿。于是到了下午，他立刻赶来杰夫家。杰夫还以为他只是发现了笔记问题，可迪克却直接开始威胁他，必须要将那1万美刀拿出来，否则就去探局举报他们一家人，并且还放下狠话，明天就会上门来取。杰夫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屋子，几兄妹都知道眼下的情况，可那个票子被丢进了烟囱里，而烟囱又是连接着阁楼的。到了晚上，老二还是来到了楼顶，他逐一拆开了尘封的木板，为了不让兄妹担心，他还特
特意挑了晚上，然而下面还有个父亲在等着呢。老二通过绳索很快就到达了阁楼，可是这里并没有铁盒子，他只能点燃了一根火柴，向前面开始寻找。这里有专门接雨水的铁桶，甚至还有被食用后的小动物。阁楼的恶臭让老二难掩反胃，但好在他四目环绕周围，终于发现了地上的铁盒子。可就到老二决定回去时，却突然听到声响。等他回去一看，果然是父亲在那。老二立刻转身朝着烟囱向上爬，可绳子却还在下面呢。父亲直接一把拉住老二，此时一个脚滑，瞬间悬在了半空。随着父亲拽紧绳索，老二脖子也被狠狠勒住，铁盒子也不幸掉落。好在他从怀中摸到了匕首，一把将绳索直接割开，匕首也恰好掉了下去。但好在这条命暂时是保住了。等到次日天亮，杰夫睡醒下楼后，老二的腰部身负重伤。杰夫看见后几乎快崩溃了，所有的压力都在他身上，而老二为了让杰夫不要想太多，却独自去阁楼让自己身负重伤，这让杰夫感到越发的自责。但事实的确也只有老二在想着解决，可杰夫本来就不敢再去面对父亲，两人发生了一番激烈争吵，杰夫却因为情绪过于激动，突然躺在了地上，犯起了癫痫。老三连忙上去查看，一旁的老四只顾着大哭，这个家就像是马上要崩塌一样。以前都是老大杰夫顶着压力，其他兄弟姐妹出谋划策，可是现在老大杰夫躺下了，看地上陷入昏迷的哥哥，律师迪克明天就要来了。老三意识到该找艾丽帮忙了，可老二却认为艾丽不值得信任，但是眼下他们也只有艾丽了。于是几分钟后，窗前的艾丽就看到杰夫家的方向发来闪烁的灯光，他赶紧将这段灯光密码记下来，上面是让他去初次见面的地方。到了第二天，艾丽就来到第一次见面的石窟，在一个石洞里，艾丽发现了一本记录生活经历的画册，那也是杰夫整个人生的画册。艾丽缓缓打开后开始查看，上面有5人以前的美好记忆，并且还在背面写上了叙述。艾丽以为只是本普通的生活记录，可从母亲去世后的记录开始，艾丽知道了所有的真相，以及现在观众不知道的。另一边，律师迪克已经来到家，原本计划来拿1万美刀的他四处观望，却没看到有人在家，难道是故意躲起来了吗？无所事事的他直接掀开了镜子，并且还在一个储物间发现了大量被搁置的小镜子，直到看见老三练习母亲笔记的草稿，迪克也断定了心中猜想，这一家人肯定有1万美刀，可他怎么找却就是找不到，直至最终看见了被封住的阁楼，他推测美刀肯定藏在里面，于是迪克找来一个大锤拼命猛砸，直到打开尘封的阁楼后，迪克彻底惊呆了，里面的恶臭扑鼻而来，这段画面也暂时被导演掐断。另一边，艾丽看完画册，眼神里却藏着恐惧和担忧，她拼尽了浑身的力气，一路赶紧跑到了杰夫的家里，可现在却谁都没有看见，只发现了桌子上律师迪克的物品。他呼唤着所有人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他。在路过楼梯的镜子时，他轻轻触碰，好似和真相完全融合。直至艾丽来到了一间屋子，发现了画册中的安全屋，他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前爬去，穿过一层一层的布帘后，在安全屋的深处终于发现了已经陷入疯癫的杰夫。他神情慌张，嘴巴上肢体上却都在模仿着全家人。艾丽缓缓掀开最后一道布帘，来到已经失去理智的杰夫面前，小心翼翼地触碰杰夫的脸庞。杰夫额头上的疤痕是如此的轻薄，但接下来我们将记忆拉回那隐藏的半年。随着窗户被弹孔而击碎，从小折磨他们的父亲赫然出现。身为年长老大的杰夫将兄弟和妹妹们全部带到阁楼，可在所有人都躲进去时，杰夫却将阁楼的大门一把关闭。即便兄妹们呼唤着他回来，可他知道他是最年长的哥哥。他拿着装满美刀的铁盒子走了出来，试图和父亲来一场谈判，可是父亲却放下了武器。杰夫不理解什么意思，但父亲却继续放下武器，朝着远处而行。杰夫看了一眼身后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去，即便这一去他拼个你死我活，那至少也为兄弟和妹妹争取了优势。杰夫在那个海边的石窟试图将铁盒子交给父亲，他告诉父亲当年就是自己举报的，试图将愤怒全部转移给自己。可父亲拿上了铁盒子后，却一把直接将他击倒在地。父子之间的决斗也在这一刻开始。起初的杰夫自然是站在了下风，可他很快就从口袋里拿出匕首，一把直接刺中了父亲的要害。看着身负重伤的父亲倒下，杰夫便准备转身逃离，可父亲却宛如恶魔下凡，身中要害仍然追逐。而此时的杰夫只有逃命的份，在一片悬崖上，他好不容易爬上来，可是一个抬头后，恶魔般的父亲却早已等候。本想挥拳的杰夫却被掐住了脖子，随后便被直接推下了海边悬崖。另一边，家中等候的兄妹们却听到响声，他们以为是哥哥杰夫回来了，可猛烈的撞击声让他们明白，这绝对不是一向温柔的哥哥。就当几人还不知道怎么办时，敲门声停止，身后却传来了响声，那正是连接阁楼的烟囱发出的。现在老二是最年长的，他只能拿着一根棍子，试图保护着家人。可当恶魔父亲出现时，一切都变得安静。另一边，杰夫也从昏迷中醒来，他拿起父亲之前放下的那把武器，即便身负重伤，他依然奋力爬行家的方向。他大吼着让恶魔快来找自己，不
要伤害自己的兄弟妹妹。可当他来到那间阁楼之时，门里面只有父亲的喘息声。他知道自己来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可他和恶魔父亲不同，他没有复仇的念头，只剩下没有保护兄妹的愧疚。杰夫来到了那间安全屋外面，手上拿着他们各自的娃娃。他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，现在的想法就是结束自己。然而在准备扣动扳机时，他忽然听到了什么声音，那是安全屋传来的呼唤。杰夫小心翼翼地爬了进去，弟弟和2个妹妹安详地躺在那里，仿佛就像儿时一样，他们还是依然能够在一起长存。这一刻，杰夫彻底的精神分裂，而此后这间屋子里，兄妹3人一直伴随着他，只不过这些毕竟只是他脑海中的幻想，精神上的分裂。当镜子出现在眼前时，一切都会回归到现实。杰夫不想面对阁楼，更不想面对家人的离世，于是他打破了照进现实的镜子，并且将所有的镜子都封存到储物间。艾莉在这本画册中读到了之前发生的事，直到看见那面镜子，她才知道杰夫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此时的艾莉试图唤醒着杰夫，可杰夫根本无法面对现实，大声呼喊着让艾莉快点离开。艾莉也只能暂时先躲到了外面，可抬头间却发现了阁楼的地板。她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阁楼，此时外面已经被律师迪克砸了。当艾莉一踏进门，却被吓了一大跳。她目睹的是兄妹3人的躯体，艾莉赶紧用布料将其遮了起来，随后便在一个拐角处又发现了已经身负重伤的律师迪克。迪克脖子受伤，没办法说话，可他的眼神却好像在示意着后方。等到艾莉转身又看向了门口，那个恶魔般的父亲终于出现在眼前。艾莉没有害怕，反而怒吼父亲才是死去的那个，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，却依然苟延残喘在夹缝中的阁楼。楼下的杰夫听到了艾莉怒吼的声响，他无比挣扎，在现实和幻境中始终徘徊，直至一个抬头间，他额头上的伤疤不再轻薄。而此时阁楼中的2人已经开始搏斗，艾莉直接被推倒在了地上。就在艾莉快失去呼吸时，醒过来的杰夫终于拿着武器出现，父亲也在犹豫间放下了手中的艾莉，他凶狠的眼神死盯着杰夫，杰夫却怒吼这不是他的家。This is our place. 就此，故事告一段落。杰夫缓缓看向一旁的兄妹，他仍然没有完全苏醒过来，额头上的伤疤在救完艾莉后已然变得轻薄，只是现在他和之前不同，艾莉会一直陪伴。几年后，一家医院里，医生不理解艾莉的行为，为什么要陪着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，而且这么多年不离不弃。可医生又怎会知道艾莉有多么的爱杰夫？这个家里不再灰暗阴沉，艾莉会把一切打扫得干净。他并没有强制让杰夫忘记，甚至在艾莉忙完后，还会带着相册一起回忆那份极其珍贵的照片。